今年转世重聚，残月未满星稀，愿与君同归，不辞千里，任他风雨来去。今夕何夕，往事逐语，前尘梦里有人在问一句：难舍别离，未知归期，轮回尽头与谁相依？冬月姐姐，文心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要嫁人了，所以来给你送礼物。小大人儿还知道送礼物啦？给你，这是我自己做的。哦，不对，天下哥哥也帮我啦。谢谢你，也帮我谢谢殿下。怎么只有新娘有礼物啊？我这个新郎也要。你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跟我一个小孩子来要礼物，真不害臊。我，他怎么老对我这样？我好歹也是堂堂右相啊。他不是一直都对你这样吗？你就认了吧。他虽然对我不好吧，但还是挺可爱的，比他爹强多了。文烨，他怎么了？你还记得你从三皇子那儿抢来的军械不够数吗？记得。余下的去了哪里？三皇子把余下的全都给了文烨，文烨一直在搜集我的罪证，我和文烨之间必有一番冲突，我不想把你和文心牵扯进来。文烨他刚正不阿，不是坏人，但我冯熙是坏人。他不知内情，对你有些误会，你别跟他过不去。怎么一提到他你就这么认真啊？难道你对他真的有感情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。现在不是我不放过他，是他不放过我。老臣参见三殿下。有劳左相为本皇子筹谋。殿下，方圆已不是昔日的左相了，蒙殿下不弃，礼贤下士肯给我机会，老臣心中感激万分呐。我已命文烨将军械转移到刑部大牢。好，殿下只管将计就计，剩下的事就交给老臣来办了。冯熙若来，定让他插翅难飞。老爷，就是这位小姐找您。东岳姑娘深夜造访，恐有不便，请回吧。文大人，我今晚过来有要事相告。那就在这里说。要是有关三皇子，还请文大人给我一些时间。请随我来。相爷和文烨势成水火，为何东岳姐会夜访文烨？你说什么？你竟然让我放过冯熙那个奸臣！我知道大人素来不喜欢冯熙，但世人对他的评价都有误解，只待时日自会清白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要不是小女对你还有几分好感，我绝不会让你进这个门。你扳倒冯熙，朝廷便会变成左相门上的天下，这才是真的对三皇子不利。我文烨一生行事，但求无愧于心。
绝不会和冯熙同流合污。姑娘，还是请回吧。大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无愧于心，难道就真的没有负过他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忘记了尹兰？她和尹兰的容貌如此相似，难道两人之间真的有什么瓜葛？东岳姑娘与下官亡妻有何关系？文大人，你自诩清流，可尹兰出身烟花，是你一生的污点。你们全家都冷落她，从未把她当过一家人，才使得她郁郁而终。大人的清白，可比一条人命重要多了。住嘴！文家家务事，岂由外人随意评说？可我不是外人。冯熙已经知道大人在针对他了，还请大人自己保重。本官一生未能圆满，也不敢自诩圣人无瑕，但立下宏愿，为政治清明，百姓安康，舍生忘死。军械之事，恕我不能答应。非但如此，我还要将其送往天下最安全之所在。大人既然一意孤行，东岳不便多说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跟我说话，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，你不要离开文熙，娘。文熙，娘亲不在了，以后还有爹。不是你害死了我娘，你不是我爹，我没有爹。娘，你醒醒！别闹了！我没有爹，娘，你醒醒啊，娘！一个文业，也值得你想得神魂颠倒。你怎么在我房间啊？你三更半夜去找文业干什么？无困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啊，你不说也行。那我就踏平文府，让文业自己说。你疯了吗？你那么紧张干什么？我去找文业，求他不要帮三皇子指证你。那文业性格那么固执，他应该不会答应你的要求吧？嗯。那你为什么会以为他会答应你的要求呢？你和那个文业，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股奇怪的劲儿，难道你对他还有一丝情愫吗？你真是……我不想说。不知道是谁要求我毫无保留，那你自己呢？文业是我爹。你爹？他那个年纪，能有你这么大的女儿？他确实是我爹，只不过是我8年前的爹。
8年前的爹。那你和文心？我就是文心，只不过我是从8年后回来的文心。当时定远之乱爆发，我差点死在战场上，是尔虞重塑了我的身体，将我送回现在，去改变历史。所以说，你能预见未来，都是你经历过的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我以为你不会相信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每一个字我都信。只是此事太过离奇。你出现在我身边，就是我这辈子最离奇的事情了，何须再惊奇呢？那你不要再针对文烨了，好不好？抢军械难免见点血光，没点甜头，我和我的兄弟白跑腿啊！此事事关重大，谁要是阻拦，杀无赦。知道了。军械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自有打算。今天晚上早点休息。好。保护军械，识时务的，交出军械，绝不能让军械落入贼人之手。想要军械，那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还真是冥顽不灵，那我就如你所愿。你回头再跟你解释。此人杀不得，你们前前后后弄走。好，小心！冯熙冯相爷，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。我与相爷你虽不能同朝为官，但是我要让你死无全尸。老夫却有的是办法。怎么样？我这招请君入瓮，相爷还满意吧？哦，我倒是忘了，此刻你只是个劫持军械的蒙面贼，还没露出你的真实面目。不过，此刻你若是跪地求饶，老夫或许会对你网开一面。久战不利，我们得想法子。他们要针对的是我，你带着军械赶紧走。好，见机行事，老地方见。快抓住冯熙！快抓住冯熙！
紧追呀！是。我来吧。你又干什么去了？我得保住岳父大人的命啊！文业怎么了？放心，岳父大人没事，我只是把他手中的东西要了回来。你把军械劫了？没了军械，我和他之间就没有隔阂了。你也不用这么为难。你还要出门啊？我要去趟平康坊。星耀，你说冯熙偷运军火、私下贩卖，可有证据啊？回父皇，儿臣本已截获失窃军械，但于昨晚被劫匪盗去。哎，殿下自己看管罪证不力，不要赖到下官头上。你若不是心中有鬼，为何三番四次去笼络知道军火所在的文业呢？殿下也知道，文业亡妻与东岳是故交，以下官跟东岳的关系，跟故交打好关系，不是理所应当吗？冯相爷的确是为了我，才与文家交好。既然你把军械失窃一事推得一干二净，那你能否说出昨晚那些军械被劫之时，你身在何处？怎么，我堂堂右相，出去喝个花酒还要跟你报备吗？冯熙，亏我还以为你有公务在身，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不会再去那些烟花场所，为什么又去喝花酒？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去喝花酒，还要背着你吗？就算你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也轮不到你管我，应该是我管着你。我大大方方去平康坊喝酒，不光我喝得开心，我还请在座的所有人都喝得开心。你别太过分了！你原本对我不是这样的，如今你对我厌烦了，就行了。你们不用在这里一唱一和的。陛下见笑了。冯熙，你有9颗为证，但你也别忘了，军械被劫之处，除了劫匪，还有别的人在。罪民方圆，叩见陛下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昨晚在军械被劫之处，方圆曾派官兵追堵劫匪，虽未擒获，但对劫匪的特征定有印象吧？方圆，你说说看。回禀陛下，昨晚劫匪虽以黑布蒙面，但打斗之时左胸受了重伤，一夜之间定难痊愈。冯相不是要自证清白吗？一验便知真假。冯相，你敢吗？我昨晚身在平康坊，所有9颗都可以作证，这还不够吗？你这是做贼心虚！传太医，放肆！我堂堂右相，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我脱衣验伤，就算你官复原职，才是和我平起平坐。你现在够资格吗？他没资格，我有。殿下，我是皇子，你是皇臣，我要你脱，你就得脱。
受伤了，怎么还这么折腾自己啊？做戏要做全套嘛，我要让整个品客坊的人都知道我在，所以就跟他们多喝了几杯。那你现在可以回去休息了吧？走。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做完才能安心。我想借夫人巧手，赠我一个刺青。刺青又不是上药，我不会，你找别人吧。胡闹！我冯熙的胸，岂是别人可以碰的？你不会，我教你。风前月下，冬青花开。好端端的，刺什么冬青花啊？同生共死，物以为凭。有了这个冬青花，无论我去了哪里，你都在我心上。看来殿下对下官的剑躯十分感兴趣，那不如一直看下去。陛下失礼了。冯爱卿，哎呀，怪不得你不肯脱衣验伤啊！原来堂堂男子汉竟然刺了一朵这么细致的花绣。陛下，臣也是一时看走眼，所托非人，才刺成这副模样。既然是冯大人自己找的人，也怨不得别人。是，既然是我选的，那这朵花就要跟我一辈子。贼人的伤处在左胸，冯卿家的刺青也在左胸，这是不是过于巧合了一些？殿下验伤已毕，冯相果然没有嫌疑。殿下还是将精力放在缉拿真正的凶犯之上为好。对，误会啊，一切都是误会。哎呀，既然都是误会，那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冯爱卿，今日这事儿，切莫介怀呀。陛下放心，三殿下跟方圆也是为君分忧，我不会往心里去的。还是叫左相吧。朕念他多年，一直为朕鞠躬尽瘁的，而且禁足期间真心悔过，所以朕再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臣谢陛下。陛下君心仁厚，是臣等之福。左相，恭喜了。右相客气了。你我乃是陛下的左膀右臂，咱们这左右手要相互配合，以分君忧啊。陛下，这，老臣谢陛下隆恩。冯熙明明是以刺青遮掩伤口，只需要多加盘问，定能露出马脚。你方才为何阻止我？殿下息怒。军火一案，我们毕竟没有实证。再说，现在冯熙如日中天，他在陛下面前那么得宠，单靠贩卖军火一案，未必能置他于死地呀。难道你打算放任冯熙做大，
等着他在朝堂上只手遮天吗？打蛇不死，自遗其害，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不做。对待冯熙这条毒蛇，要么不出手，一旦出手，绝技不给他反咬一口的机会。听左相之言，看来这毒已经准备好了。此次出手，即使毒蛇不死，也得去掉他大半条命。殿下，殿下，我看一直没人应门，还以为殿下你不在。我只是在想事情，有事吗？看来殿下最近确实事多，连每年一度写青词的时节都忘了。青晓，从今天开始，不用再为我准备写青词的事情。殿下的公务已经繁忙至此了吗？再不忙起来，这外头的人永远都以为我是一个消极避世的闲云野鹤，一个连自己命运都主宰不了的弱者。在青晓眼里，殿下并非软弱，只是仁厚。殿下不用妄自菲薄。过往一次次被冯熙算计，让我终于明白，仁厚就是软弱。怎么了？这么看着我，不认识我了吗？殿下今日确实与往日不同。下一次我提笔写的，不会再是情词，只会是军令和政令。亏我还以为你有公务在身，你明明答应过我的，不会再去那些烟花场所，为什么又去喝花酒？
你是谁？为什么当时有一瞬会对他如此陌生？相爷，太史觉得卢川求见。紫渊，我看上去老不老？紫渊，我到了淮南，这里好热啊，但是橘子很好吃。一切安好，勿念。大人，您要的燕窝。放着吧。怎么还喝上燕窝了？我向来不喝这些补品的，只是最近有人说我年纪大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的样貌却一点都没有变，连一道皱纹、一根白头发都没有。而这段时间，我却长了白头发。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，只是我怪异罢了。你不能这么比啊！没认识你之前，朝中3品大员以上，我最年轻。我也从未担心过自己的容颜。现在，我也不怕老，但是我怕我会比你老得快。你别这么说。你不会老，所以我也希望自己能老得慢一点，这样我们才不会看起来差很多。我这仵作的身子，似人非人的，你真的不会嫌弃我吗？人也好，妖也好，神仙也罢，只要是你，我都喜欢。文心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想出去玩。和谁？王捕头的儿子，我们前几天刚认识的，还有他的小伙伴们。哦，那他叫什么？我没问。你还撒谎！你除了三皇子和东岳之外，哪儿还有跟你一般大的朋友了？要不是爹，文心就不会没有朋友。
东岳现在住在冯府，你可知冯熙那是天下皆知的大奸臣？你接近那种人，可知道有多危险？不许再去找他们了。我就找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，不许找，回屋去。我不回。老爷，轿子已经准备好了，时辰也差不多了。动家法。是。爹，我不要再进去了，我求你了，我就不要再进去了。爹，不要让我进去了，爹，放开我，我不要进去，放开我，我不要进去，我不要。小姐，得罪了。我不要，求你放我出去，求你了，收拾就没了。不要。怎么了？被虫子蛰到了吗？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求求你了，我要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快放我出去！不要把我关起来！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有点透不过气。想必是天气太闷热不透气。走，我们出去走走。没关系，你公务繁忙，还是忙正事要紧。你才是我的正事。走。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瞧你紧张的，你忘了我这身子是什么做的？就算你有不死之身，我也看不得你难受。再说了，你已经没有自愈之能了。你怎么了？是文心，他出事了。文心？文心就是我，他受伤我也会受伤。我明白了，快去救他。文心，文心，文心，醒醒，文心！小孩子被关到屋里，不是常有的事吗？为什么小文心会被吓得晕倒呢？我还记得，我第一次被关进小黑屋，是我娘去世的那一天。我娘不会死的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要进去，我要去找我娘！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你放我出去！我也不记得当时到底被关了多久，只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我。那你不是害怕被抛弃，而是无能为力。唉，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只要我能冲出小黑屋，就可以救活我娘。你那个时候还小，这一切都不怪你。今天谢谢你。其实我跟你一样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娘就去世了。每当想起她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很难过。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？
小时候体弱多病，每当发病的时候，他都会给我讲故乡的故事。我现在都还记得，每次一听到这些故事，心里就会很安定。那个养驴的老伯呀，碰到了一个养鹰的小孩，老伯就问小孩说：“小孩啊，我用我的驴跟你换鹰，你换不换呀？”小孩就说：“不换不换。”那你现在可以让自己安心了，因为你已经不再是那个无能为力的孩子了。你也可以想想跟母亲之间的美好回忆啊，比如一个小物件，或者一个曲子，都可以给你力量。可是我娘她不会讲故事，她只会带我放风筝。那等问心醒来，我们陪她去放风筝吧。